如果没有那场轰动娱乐圈的顶包案，周杰伦想出头还要再等几年。而时隔多年，当谢霆锋再一次提及顶包案时，还是忍不住红了眼眶。你父母让人很感动，每天陪着你。对，但是其实我不想看他们，他们来看我的时候，我不太想看他们，因为看到的是他们担心。我爸还好，妈肯定哭，肯定什么东西。是像我们电影里看到那样隔着玻璃拿着电话。那一年他22岁，是香港乐坛的天选之子。可一场车祸，一次愚蠢的顶包，把他从神坛拉入地狱，也彻底改写了华语乐坛的权力版图。当其他艺人还在为星二代的光环沾沾自喜时，谢霆锋的人生几乎在他出生前就注定了是一场战争。1980年，他出生在香港的演艺世家，父亲谢贤，母亲狄波拉，都是当时声名赫赫的电影明星。他出生的第3天，全港的娱乐头条都是他的照片，创下了最小年龄登顶的记录。但他得到的不是光环，而是枷锁。年纪轻轻就被过度关注，常年遭到狗仔的骚扰，一家人在香港几乎无法正常生活。6岁那年，全家被迫迁居加拿大，本以为人生会就此顺遂，可14岁那年，他却从报纸上得知了父母离婚的消息，自己像个物品一样被判给了父亲。这让正处叛逆期的谢霆锋第一次亮出了他的獠牙。他一气之下提前退学，独自前往日本攻读音乐。可命运还没打算放过他。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席卷全球，父亲谢贤投资惨败，千万资产化为乌有，还有欠下的巨额债务。16岁的谢霆锋被迫放弃学业，返回中国香港。他没有选择，只能卖身救父。在父亲的周旋下，他与英皇娱乐签下了一份长达6年的卖身契，顶着谢贤儿子这个他最痛恨的名号正式出道。迎接他的不是鲜花和掌声，他一上台，台下就是一片骂声和扔上来的荧光棒。在那个年代星二代就是原罪，但他骨子里的叛逆被彻底点燃了。你越骂我越狂。他顶着压力，在千禧年到来前推出了专辑《谢谢你的爱1999》。说再见，别说永远，再见不会是永远。说爱我，别说承诺，爱我不需要承诺。这张专辑完美契合了当时亚洲所有年轻人的叛逆审美，在台湾地区就卖出了超100万张。19岁的谢霆锋一夜之间从全港公敌杀成了亚洲小天王。但他真正的封神之战是从终结一个时代开始的。在那个香港乐坛被4大天王抒情慢歌统治的年代，谢霆锋是唯一的异类。他不是偶像，他是终结者。他抱着电吉他在红馆开唱，用一首《Viva》硬生生把摇滚砸回了香港乐坛的主流。我拾起重電流淚，夢上了花蜜變陶醉，我只是為了像蝴蝶來又去，害怕孤獨變團聚，怕過於逼迫便離去，活着未為我為誰。他不是在唱歌，他是在宣戰。而这场战争的结果是他赢了。他以20岁不到的年纪终结了4大天王长达10年的最受欢迎男歌手奖项垄断，他成了香港乐坛史上最年轻的封王者。他不是在模仿谁，他是一个创作歌手。2001年他交出了那张神专《玉蝴蝶》，这张专辑他包揽了大部分作曲，风格前卫，编曲复杂，同名曲《玉蝴蝶》更是石破天惊。我叫你玉蝴蝶，你說這聲音可像你，戀上花也是你，風之沙也是你，怎稱呼也在這個世界尋獲你，你那裏是蝴蝶，然而飛不飛一樣美。這張專輯讓整個亞洲樂壇都看到了他的才華。2002年，他站在摩納哥蒙特卡洛，從邁克爾·傑克遜的手中接過了世界音樂大獎，全球最高銷量華人歌手。22歲，他站上了世界之巔。而在英皇內部，他同樣殺伐果斷。公司拿到一首好歌，把更被看好的粵語版交給了天王王傑，而謝霆鋒只拿到了普通話版。結果呢，王傑的版本反響平平，而謝霆鋒演唱的普通話版，因為愛所以愛，徹底血洗了內地市場。因為愛，所以愛，感情不必拿來尷尬，誰也不用給我一個美好時代，我要你現在，誰也不用給我一個美好時代，我要你現在。憑借這首歌他登上了央視春晚。
他赢了，在公司内部完成了一次下课胜的逆袭。而就在这之前不久，一个叫周杰伦的年轻人刚发行了他的首张专辑《J》。华语乐坛的双王争霸时代啊，正式拉开序幕。一个是叛逆摇滚天王，一个是 R&B 音乐鬼才，整个乐坛都在看谁会是下一个10年的亚洲霸主。然而，就在谢霆锋站上世界舞台，拿到全球大奖的几乎同一时刻，那场车祸来了。他驾驶着黑色法拉利跑车突发车祸，为了不影响工作，公司安排了一名司机到现场顶包。这个愚蠢的决定啊，成了他一生的污点。事情败露，全港哗然，他从全球华人最高销量的巅峰，瞬间变成了人人唾弃的负面典型。他被判拘留14天，被迫暂别演艺圈。他形容那段日子是从天堂直接坠入了地狱。而就在谢霆锋消失的这一年，周杰伦发行了《8度空间》和《以父之名》。这若是见到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燃起的烽火已全部看不见这条国度，请原谅我的自负。华语乐坛的王座从此易主，谢霆锋的音乐时代被一场车祸强行终结了。所有人都以为啊，谢霆锋死了。他复出后看清了唱片行业的衰落，果断进军电影领域。他拍《新警察故事》，拍《小鱼儿与花无缺》，他拍戏不用替身，跳楼爆破全都自己上。他要把自己摔碎了再重组。所有人以为他是在曲线救国，想靠演戏翻身，但我们所有人都错了。这个男人的野心啊，藏在了所有人看不见的地方。早在2003年，他最低谷的时候，就悄悄创办了一家特效公司 PO 朝廷。他为什么创办？因为他拍 MV 时发现，所有特效都得依赖国外团队，这些团队啊，不仅收费高昂，还拒绝讲价，交付的更是二手技术。这个叛逆者咽不下这口气。最恐怖的是啊，他把这家公司整整藏了8年，直到2011年，他才在一次采访中以 CEO 的身份公开了这家公司。那时 PO 朝廷已经垄断了香港1半以上的广告特效制作。后来《捉妖记》、1942、中国合伙人这些大片的特效啊，全都是出自他的手笔。如今这家公司市值已超60亿。谢霆锋的人生就是一场推倒重建，从流落日本街头的弃子，到终结4大天王的乐坛霸主，再到万众唾骂的阶下囚，最后到手握60亿版图的谢总。当岁月沉淀，他早已把所有的叛逆、跌倒和不甘都变成了他商业版图里最坚固的基石。人生没有白走的路，每一次坠落都是为了下一次更凶狠的逆袭。